胡玉潔握着我的手，苦苦哀求：“別走好嗎？救救胡家！”我撒開他的手。如今的胡氏集團改姓季，誰能想到，當年剛剛畢業、一事無成的季月生，帶着自己的商業團隊，幹倒了名副一實的胡氏集團。大家好，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胡家郊區別墅裡，我看着面前交疊在一起，甚至沒聽到開門聲的一對男女。胡玉潔，我們離婚吧。被我喊着名字的男人似乎還很不耐煩，仿佛我攪擾了他的興致。喊什麼？我早就想離了。他讓他懷裡的女孩先去樓下等着。說完，慢悠悠穿好衣服，走到我的面前，扔下一疊鈔票。季月生，你沒了胡家以後，就會變成一個二婚少婦哦。不過憑着這臉蛋和身材，應該不難賺錢。你要是願意，我有個好兄弟。他話還沒說完，我直接給了他一巴掌。早知道你這麼惡心，當初我絕對不會多看你一眼。說完，我轉身就走，還沒走出大門，就被坐在副駕上的那個女人叫住：“季月生。”我停下腳步，看着這個我曾經的大學室友：“祝賀你。”他走下車，站在我面前，模樣十分嬌嗔，令人作嘔。我其實只是想安安分分的當個阿杰的紅顏知己，誰能想到破壞了你的家庭。說完，又換了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臉。可我要是你，一定不會選擇離婚。胡家兒媳，誰不想做？現在到我了，夏青，你自己曾經做過些什麼事情，你自己知道。胡家怎麼可能讓你登堂入室？趁年輕撈點金算了，嫁入豪門你這輩子都別想。怪不得阿杰老說你只懂算式不懂情趣。果然，你個無父無母的都能嫁進去，憑什麼我不行？聽他說完，今天的又一巴掌落在了面前這個女人臉上，請你自重。可他說的對，我本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幸而被一對大學教授收養，憑借我自己的韌性和他們的精心培養，我以第1名的成績考上了全省最好財經大學的商學院，正是他們所在的院校。他們視我為己出，並且一早就告訴我並非他們親生。我愛他們，而且反感別人在我面前提起這件事。也正是有了他們的關係，我才得以認識胡玉潔。養父母超群的商業頭腦，經常能吸引到一些在市裡的企業家，他們總會投其所好的帶着一些上好的茶葉和杯具上門和2位教授書房一敘。這其中包括做服裝企業的胡家。胡家的生意是母親主權，胡阿姨溫柔歷練，把胡氏從小企業做到如今的規模，卻仍保持謙卑。胡玉潔的爸爸是個溫柔儒雅的書生，平時發表文字，遛鳥釣魚，二人倒也浪漫。我大一寒假在家，想找個公司實習，早早為家裡做點貢獻，恰好遇見了上門拜訪的胡阿姨。胡阿姨知道之後，開出誘人薪資，表示欣然樂意讓一個商學院高材生進公司實習，以後好為胡家所用。當胡玉潔在電梯裡遇見我時，我正值青春洋溢的18歲，有錢人家少爺激烈追逐明豔妙齡少女的戲碼上演。一開始我並未察覺到他的用意，只以為他是體恤員工，有問必答。在新公司的我忙着熟悉工作環境、工作流程，認識同事。他會在休息的時候帶我轉公司的各個部門，帶我去公司附近找好吃的店，一來二去慢慢熟絡。我也覺得在公司有一個這樣帶着我往前走的人，很有安全感。公司每月小結時要整理的資料超級多，我累到趴在辦公桌上睡着，醒來後背上蓋着毯子，
看見他用保溫壺裝的熱粥，熱流湧上心頭。那晚他陪着我加班，完成工作任務後，陪着我一起去肯德基慶祝噩夢結束。他一步步靠近，從咖啡到鮮花，從衛生巾到感冒靈，溫柔體貼，細緻入微。終於有一天，當他舉着傘出現在下雨清晨的紅綠燈路口時，我答應了他的追求。那天細雨彌漫，他站在街對面，看見我後眉眼彎彎，帶着嘴角的笑容，小跑到我面前。我確定，當時的他在奔向他的心愛之人，他的溫度和氣味極度靠近，他的雙眸就那樣看着我。我永遠記得那天的心跳。我抱住了他，現在想來真是諷刺。那時候他愛屋及烏，經常會請宿舍的人一起吃飯，經常一下買6人份的小蛋糕。他和夏青應該就是那個時候認識的吧？真晦氣。那時的我是被愛情一葉障目的無知少女，荷爾蒙退後的平淡，新鮮感過後的平凡，才是愛情最原本的樣子。我還是更喜歡現在的我，一手掌握胡家生死的季總裁。胡家需要一個賢內助，在得知我2人的戀情之後，特地為我2人置辦了一套別墅，就是後來他背着我搞外遇的那套。胡阿姨一有空就來接着我購物保養，儼然當作兒媳婦對待。畢業後嫁進胡家順理成章。當時雖然早已沒有了愛情的火熱，可我心裡還是愛着這個讓我心動的男孩。我們一起度過了好幾個夏天，我們吃過這座城市的每一家冰淇淋店。可後來我們慢慢變成像完成任務般一周吃幾次飯，節日的互送禮物越來越貴重，也越來越沒新意。長得差不多的項鏈堆在臥室，有的連包裝都沒打開過。我忙着在公司財務部整理各類報表，制定各類計劃。也許他正在忙着篩選他的下一位妻子。別墅內的一切讓我反胃。檢查完我未沾染上一些不該有的疾病之後，我找我同校法學院的學弟幫我擬了辭職和離婚申請，同時寄給了胡家。胡阿姨以為夫妻鬧矛盾，還在中間調解，在知道了偷情一事後，轉身給了胡玉潔一巴掌。電話裡聽得響亮，這還遠遠不夠。辭職後，我去逛了逛這幾年興起的一些服裝品牌，了解了下市場的大致走向。這幾年在胡氏集團的財務部，使我對他家財政情況了如指掌。胡家能走到現在，依靠的是前期打開了輕奢市場，在設計師獨特眼光的加持下，贏得了一眾本市闊太小姐們的喜愛。在他們的推動宣傳下，胡家收入劇增，站上了本市服裝企業的峰頂，長達10幾年，成也蕭何敗蕭何。贏得階段性的勝利之後，設計師團隊吸收了很多新鮮血液，不再滿足走保守風，拿出了許多自己較為激進、更加前衛的設計理念。雖吸引了一大批追求時尚的年輕人，卻同時也失去了荷包更為富裕的年齡階層。這一變化使得胡氏集團遭受重創。為了資金的回流趨於穩定，經決定後，他們選擇降低服裝成本，對布料及其配件進行嚴格控制。當廉價的布料無法達到設計師所追求的美感，當金屬紐扣被塑料代替，在開始賺到過錢的那一批設計師選擇堅持自己的設計，退出並成立了屬於自己的工作室。新來的設計師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謀求生計，接受了公司的現狀，並答應了公司許下的未來願景。公司渡過難關後，會完全聽取你們的意見。事實並非如此。當胡氏集團吃到第一波降低成本生產出的服裝紅利後，便一直到現在，
現如今，胡氏集團的經濟來源是曾經的品牌效益和其商品質量與定價嚴重不對等的差價。胡氏集團的漏洞一戳即破，財務部一批批布料的進貨單和一批批成品銷量單，讓我意識到胡氏集團正面臨危機。我正想找胡阿姨談談，便發生了捉奸在床這等子事。這可怪不得我，一個十分詳細的復仇計劃浮出，我要憑自己的大腦幹掉胡氏集團，讓本市服裝行業重新排序。第一步，要先找到盟友，成立擴大屬於自己的團隊。我去尋找了之前從胡氏集團離開的設計師團隊，一開始他們並不樂意見我，以為我是胡氏集團的說客。在我起一大早，等在他們工作室門口，趁着他們來上班的時候，買了一整箱咖啡，笑臉相迎之後，換來了和總設計師見面的機會。胡太太你好，上次見面還是為您定制婚紗，如今你找我，應該不是來做衣服的吧？不用叫我胡太太，我們離婚了，他有外遇了。設計師顯然很驚訝，繼而更不知道我此次前來的目的。我來和你談一筆生意。哦，總設計師饒有興趣地看着我。我想成立一家公司，聘請你和你的團隊，接手服裝設計的部分，全部部分。你能給我什麼？100%的信任和支持。我尊重你們團隊的創作。胡氏集團的最好業績離不開你們的奇思妙想，在我這不會有以次充好的情況發生。設計優先，可由一個從未涉及服裝產業的人來帶領。我拿什麼相信你？不用相信我，相信你自己的時尚嗅覺，以及作為公司創始人相應的股份。期待我們的合作。原本想着解決設計師團隊之後，去解決生產線的問題，我還在為此苦惱。這個區域屬於我的盲區，我平時從未和生產線的人打過交道，更不知道我們即將成立的公司需要多大的生產線。誰知當總設計師知道我的下一個目的地後，表示他們工作室在成立之初就有自己的生產線。我欣然收下這個意外之喜。你的生產線足夠大嗎？這要看你想做到多大。幹掉胡家那麼大，綽綽有餘。核心問題解決，接下來便是要敲定法務問題。畢竟我和設計師目前只達成了口頭協議，書面合同還是需要正式且符合國家規章制度。除此之外，公司註冊、各部門的報備與各類證明的開具，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幫手。幫我擬定離婚合同的法學院學弟楊賀宇被我劃入了名單之一。我是在學校辯論賽上認識他的，當時我作為校級學生會的代表，受邀在台下觀看他巧舌如簧，大放光彩。後來2個學院舉辦聯誼，他又剛好是我唯一知道的法學院的男性，便邀請他成為我的舞伴。那時胡玉杰還算是我的未婚夫，他也很有禮貌，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處。自從我的離婚協議找到他，我明顯感覺到分寸正在被打破。想了想，我已回歸自由之身，和帥氣學弟來一場青春戀愛也沒什麼不可以。我很好奇，這種在學校裡光環加身的弟弟，談起戀愛時是什麼樣子。不過那都是後話了。在他約我的飯局上，我提出讓他來我的公司，他只問了我能不能在他的實習證明上蓋章。我表示他要先幫我完成註冊申請，我才能有屬於公司的章。他說我能在一開始就想到他，是他的榮幸，當然不可能只有他。我打電話求助了我的養父母，2位教授對我的創業和報仇行為都表示十分支持。當我看見我賬戶的餘額時，我知道我甚至免了去銀行貸款啟動資金這件事。不止如此，
還為我推薦了他們認識的從事法律行業的朋友們。當楊鶴宇在法律顧問的名單上看見了他自己的教授以及幾位任課老師的名單上時，對我的崇拜應該已經由外到內了。事情進展一切順利，財務部的人選，我心中也早有了數。這幾年並未對我的大學做出什麼突出貢獻，那麼我多找幾個優秀學生來解決他們的畢業問題，也算是意義非凡了。近水樓台先得月，當我大學輔導員把現在學院裡的優秀學員名單給我時，我都驚呆了。怎麼現在金融貿易都是女孩學得好？我挨個打完電話後，大概成立了一個財務部。至於領頭人，我撥通了我大學室友的電話，李可欣，我準備開家公司，快來成為我的手下。怎麼，胡氏集團不夠你施展？還是說你要偷偷把胡氏集團的財產轉到你的名下？胡玉杰出軌了，和夏青這種事情，你現在才告訴我？他的聲音高了8度，不過更多像是驚喜。需要我做什麼？帶你去婦科檢查下有沒有什麼隱疾，需要你來幫我穩坐財政部，幫我管錢袋子哦。還有，我已經檢查過了，我很正常。什麼？以我的外貌條件，你不讓我去你公司當一個綠茶前台，而是把我關在辦公室裡給你算賬。新公司小，不需要花瓶。你要想的話，我可以把你辦公桌設成前台，成交。我想了想，我的前台可能被他擺上粉色的凱蒂貓以及粉色鍵盤鼠標之後，就有點後悔剛才的決定。可誰讓當年這個美麗的綠茶成績竟然和我不相上下呢？實習的公司開重金留下他，可他胸無大志，非說上班會讓人變老，現在在家躺着炒股，太沒挑戰了。還記得上大學時，他由於身材過於火辣，穿不上模特隊的衣服，在寢室哭了10多分鐘。為此，我訂好了蛋糕，想讓他開心開心。誰知道蛋糕還沒到，她便已經化好妝，準備去和男友約會了。有趣的是，她男友也被夏青撬了，後來又回來求李可欣，說是在手機上看見了一些視頻、轉賬記錄，以及從夏青和別的男人聊天記錄來看，他在從事某些交易行為。他後悔因為這樣的女人放棄李可欣，不過為時已晚。沒想到這個女人後來又搭上了胡玉杰這艘船，惡心至極。李可欣早早被我喊來租辦公場地和商場攤位，她喊着她的高跟鞋走不動路。可到了挑選辦公用品的時候，看得出來她很興奮。當她坐在一個價值不菲的辦公椅上時，我知道了她興奮的原因。置辦齊全，法律程序依次走完，公司取名樂聲，開始正常運轉。當然，前台我另找了一個清純小妹妹李可欣坐鎮，也許會讓公司顯得過於不正經。設計師們好點子不斷，在自己原有的風格上不斷突破創新，兼顧各個年齡層，結合當今的熱點，輸出作品，這使得商場的更新速度極快。為此，我專門成立了線上購貨渠道，在楊鶴宇的幫助下，和互聯網公司成功牽線，設立了自己的網站，加上我花大價錢請來的網絡營銷團隊，終於在幾次發布會之後打出了名聲。在和營銷團隊的溝通下，公司還永久上新了親子裝和情侶裝的區塊，這讓公司受眾群體不斷擴大。不僅如此，結合網絡現象，營銷團隊將衣服發給知名網紅和情侶博主，宣傳力度大大提升。他們的粉絲甚至會到店裡打卡，經典款甚至到了要排隊搶購、線上預售的程度。趁熱打鐵，我又多開了幾家分店。2年的時間，當有商場發出入駐申請後，我知道是時候對敵人
精準狙擊，致命一擊了。我沒想過會這麼快，就讓胡家看見了飛速發展的樂聲集團。胡阿姨電話打來的時候，我正和楊鶴宇商談關於入駐市場的相關事項。她提出要見一面，約着吃個飯，都曾是一家人。胡阿姨禮貌地關注了下我父母的身體健康，便切入正題：你的生意做得不錯呀，都已經可以和胡氏集團旗下的生產線共同入駐一個商場了，這哪能比？我只是個角落上的門面，上電梯之後正對着的還是阿姨您胡氏集團的線下店。聽說你的設計團隊都是曾經胡氏集團的設計師，還招了些新人的，我們還會線上徵稿。好的創意，我還沒說完，話就被終止。偷走就是偷走，這些年你偷的東西也不少。他們離開1年多了，我才決定開的公司。況且要不是您兒子做出那種事，我也不會突然辭職。偷東西又是何來的說法？當時我是覺得我們玉潔做了對不起你的事，胡家有愧於你。可後來聽小夏說，要不是你作為公司職員不恪守本分，他和玉潔早就在一起了。你不要滿臉疑惑，我都知道了。也怪不得他們舊情復燃，正情深意濃。她現在懷了胡家的孩子，以後就會是名正言順的胡太太。阿姨，您在我心裡一直是很智慧的，怎麼這種話都信？我已經有點喪失理智了，您還是小心一點吧。她肚子裡的孩子和誰姓還說不準呢。他們舊情復燃，我和胡玉潔大學排隊買冰激凌的時候，她還不知道在上海、廣東哪個男人的懷裡呢。你什麼意思？自己去查，好好查查你的新兒媳。我越說越激動，走的時候包都沒拿，站在樓梯口給李可欣打電話，把剛才的情景全部在電話裡和她演繹了一遍，喊她晚上一起喝2杯。這個世界上總有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顧一切，甚至於重傷別人。今天如果不是樂聲集團站到了他們看得見的高度，那在胡家，我季樂聲就永遠都是一個偷走別人感情的人，造謠我的女人，破壞我的家庭，重傷我的名譽，用一些莫須有的話來鞏固他在胡家的家庭地位。胡阿姨聽信夏青一面之詞，不顧曾是一家人的情誼，而胡玉潔，她一定知道一切，卻還是任由夏青否定我們的曾經。我到酒吧的時候，已經一眼看見了一襲紅裙，妖豔非常的李可欣，她的身邊坐着嘻哈男孩楊鶴宇。他今天很不一樣，和在公司為了顯得老成套上西裝的他判若兩人。簡單的短袖搭一條項鏈，一頂不符合這個季節的冷帽，卻意外地讓整個人顯得十分別致。他這身裝束讓我突然意識到，他還是個剛剛畢業沒多久的男大學生，青春而又帶着荷爾蒙的氣息撲面而來。他正在走向我。酒吧燈光變幻，音樂嘈雜，他張着嘴說了些什麼，我沒聽清，於是側過身，把耳朵靠近他。他見狀也湊近我，貼着我的耳朵，想喝點什麼，我去拿酒。我的大腦已經停止了思考，他溫熱的氣息活躍在我的耳朵周圍。我放大聲音，都行都行。下一秒，他貼得更近，走，和我一起。我來不及反應，他已經拉着我的手腕穿梭在人群。他走在前面，走幾步回頭看看我，再走幾步，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心跳驟增。還沒喝酒，我的臉已經先開始紅了。隨便挑了幾瓶子好看的啤酒，他拿了一瓶經典的威士忌，回到座位。人間天堂，李可欣不知道從哪喊來了幾個男的，一個賽一個的顏值，痞壞狼狗，乖巧綿羊，清冷禁欲，知性大叔等等。
這個人好眼熟，好像是她前男友。楊鶴宇挨着我坐，酒局遊戲我不是很懂，他在旁邊給我講規則，嘴巴幾乎是貼着耳朵，說的什麼沒聽進去幾句。遊戲開始，我跟着胡說八道，罰了不少酒，幾杯之後就腦袋昏昏，感覺還不錯。又到我喝酒，我舉起的酒杯被他拿去，一飲而盡。我看着我在玻璃杯上的唇印和他的唇合二為一，曖昧的氛圍洋溢在我二人周圍，我的感官被極度放大，和他緊挨着的胳膊和大腿感知着他的溫度。我怎麼被送回家的已經沒有印象了。第二天，辦公桌上放着解酒藥，他送來了和商場那邊簽的合同。那夜放肆過後，便又回到了我緊鑼密鼓的計劃之中。胡阿姨那日的一番話，堅定了我要讓胡家以最快的速度倒下，召集設計師們開會，讓他們最後努力，多囤點存稿。我們發布會的時間將不再按照之前定下的舉行。胡氏集團什麼時候開，我們便趕在之前一天。新店開業，我穿着高跟鞋忙裡忙外，後跟磨出了個血泡。晚上趁着新店暫停營業，坐在商場休息區，脫下鞋子，橫躺在椅子上，舒服。頭頂傳來楊鶴宇的聲音：“季總好不雅觀。”我懶得理會，繼續閉着眼睛。他坐下，抬起我的頭，放在了他的腿上，軟軟的，躺上去就不想起來了。他揉着我的腦袋，說給我買了雙鞋。你什麼時候已經可以這麼隨意地摸我腦袋了？那天你趁醉親我，我不也沒說什麼。我坐起來，看着他的嘴巴，實在想不起來，我竟然不記得了，好虧。下次。話還沒說完，就看見他耳根一紅，果然還是不禁竇得。我穿上他送來的鞋，打了個車。路上我告訴他，就快了。胡氏集團活不了太久了。胡氏集團財務部的老劉早就想走，已經不止一次向我表明不想留在胡氏集團，想要樂聲集團收下他。他為胡氏工作了半輩子，自然知道胡氏集團在走下坡路。我多次勸阻，讓他先繼續留着，收集胡氏集團虛報物價、有無私逃稅款的證據，以及胡氏集團具體發行日。樂聲集團連續2次在胡氏集團發行日的前一天舉辦發布會，發布會規模、場地、衣服的款式、布料都吊打胡氏集團。一個市裡的時尚資源就那麼點，大買家也就那麼多，富人也並不是每天都有空參加服裝發布會。形勢明朗，2選1，一邊是興起不久、勢頭正猛、依靠互聯網走向更大舞台的年輕企業，一邊是由盛轉衰、口碑日下、路越走越窄的家族企業。2個發布會，一個門庭若市，一個要靠自己員工去衝人數，免得面子上過不去。2封舉報信躺在消費者協會和稅務局桌上，資產查封，賬戶凍結，胡家落幕。發布會慶功宴上，胡玉杰找到我，求求你救救胡家好嗎？他的身份我媽調查過了，孩子是胡家的，等他生下孩子就會離開。你還願意回來嗎？樂聲當然不願意。一個再無前途的企業，一個曾經對我說要把我賞給兄弟的丈夫，我回去幹嘛？對不起，晚了。說完，我挽過站在我旁邊的楊鶴宇，介紹一下，這是我新男友，小我2歲，可還是很會照顧人的。胡玉杰，你做什麼都沒用了，我已經看不見你了。李可欣後來給我形容走出門去的胡玉杰，灰頭土臉，最後還看了一眼舉着香檳的我和楊鶴宇。電視劇情節上演，我走出宴會廳，拖着我的長裙，身後是人聲鼎沸。我坐在門口長椅上，看葡萄藤上站在一排的2隻鳥，
一件外套披在我身上，外面冷，怎麼出來了？楊鶴宇，我真的做到了。公司生產線兩頭跑，大客戶的單子都親自去送，總有這麼一天的，都是你應該的。謝謝你。沒關係，借你當會擋箭牌。我沒有，我是認真的。我是謝謝你剛那番話，還有這幾年你的陪伴。那你現在是季月生的男朋友。他抱過我，我乖乖地待在他懷裡。我會對你負責的。他笑了一下，吻了過來。這次我清醒着，感受着他的雙唇。公司裡，我是公司總裁，他是法務部的得力員工。家裡，我是糯唧唧的粘人精，他是獨當一面的一家之主。他認真組裝嬰兒床的樣子帥慘了。他曾經問過我，我是什麼時候喜歡上他的？我說，大概是你走向我的那一瞬間。我喜歡看我喜歡的人走向我的那一瞬間，那就是說，在我走向你之前，你就已經喜歡我了。公司裡有一個年紀輕輕，對我還有點興趣的帥氣男孩，我怎麼會感覺不到？後來夏青被趕出胡家，孩子留下，上完小學之後，舉家搬去了別的城市。胡氏集團被查封，補齊稅款，交完罰金後，被樂生集團收購。胡氏集團正式改姓季，教授兩人退休生活津津有味，相互陪伴着去了許多個城市。朋友圈天天更新。李可欣和他那個知性大叔復合之後，忙着談戀愛，修成正果之後，辭了我的工作，全職談戀愛。婚禮趕在我前面，我還去當了伴娘。我身邊的所有人都過得剛剛好，都追尋到了屬於自己的幸福，我也是。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麼想說的、想吐槽的，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